左眼能看到1年后发生的事，我能看见彩票店1年后的开奖号码走势图。我将1年后各期彩票中奖号码记在日记本上，只需等待1年，我将一夜暴富。我是4个月前突然拥有了这项特殊能力，我打算利用这个能力买彩票中大奖。可让我担心的是，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。今天夜里我起床喝水，忽然看见我家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，门口站着一个手持尖刀的黑衣蒙面人，他悄悄地走进了我的屋子。幸运的是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我放下手中的水杯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黑衣人，心想这人是要入室抢劫吗？难道1年后的今晚，我的家里会遭贼？此刻我的屋子里是亮着灯的，可1年后的今晚，整个屋子里都昏沉沉的。黑衣人个头不高，瘦瘦的，他头上戴着鸭舌帽，脸上戴着口罩，看来这人早有预谋。黑衣人手握尖刀走向了我的床，趴在床上熟睡的我却浑然不知有人靠近。黑衣人悄然来到了床边，忽然他手起刀落，尖刀直接刺向我的后颈，被子里我都来不及反抗，略微动弹了几下便没了动静。黑衣人没有在屋子里翻箱倒柜，只是拿起了我放在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然后悄然离去。什么情况？1年后的今晚，我会在睡梦中被人一刀嘎了吗？而对方的目的正是那个记载了彩票中奖号码的日记本。我赶紧跟了出去，想要搞清楚害我的人是谁。黑衣人出了屋子，他绕过几栋楼房，然后穿过一条狭窄的巷子来到了后街。他来到了一座宾馆前面，然后径直走了进去。这是一家很普通的宾馆，黑衣人并没有在前台开房，他有意压低了帽檐，然后直奔楼上。黑衣人来到2楼和3楼之间的转角平台，他取下了头上的帽子，脱掉了身上的黑色大衣。她竟然是个女人，里面穿着裙装。他打开了他的包，一双高跟鞋被拿出换到了脚上。他取下了口罩，一张精致的脸尽显无疑。先前的黑衣人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身穿裙装、脚踩高跟鞋的长发美女。1年后的今晚，我居然是被一个女人一刀捅死的。可这个女人我压根儿就不认识，她到底要干嘛？接着女人走上了3楼，然后敲响了304号房门，门很快就被打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男人笑盈盈地看着门口的女人，然后一把将女人拉进了房间里，房门也随之被关上。什么情况？这个女人在刚刚杀掉我之后，居然还有闲心跑到宾馆里来跟另一个男人幽会。我越发对这个女人感到好奇，我得进入房间里去看看。我赶紧找前台开了一间房，我点名开了304号房。幸运的是，今晚的304号房并没有客人入住。我拿门卡打开了304号房门，走了进去。进入房间之后，男人正在卫生间里洗澡。我看到床头柜上摆了2个倒有红酒的酒杯，女人正将1瓶安眠药倒入了其中的一个酒杯里。5分钟后，男人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，女人端着2只酒杯笑盈盈地走向了男人，她将放有安眠药的酒杯递给了男人。男人将红酒一饮而尽，然后就要对女人动手动脚，女人却以先洗澡为由走进了卫生间。男人只好无奈地玩起了手机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看见他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哈欠。我打开了卫生间的门，女人只是将水放着，贴在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大概10分钟之后，男人终于睡着。女人走出卫生间，双眼死死地盯着床上的男人，目光冰冷，像一道充斥着杀气的寒光。1年后的今晚，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，这个女人一连嘎了2个人，最毒妇人心。这话简直一点没错。女人将男人的左手掰开，然后取下了男人手指上的一枚钻戒，然后走出房间。在楼道的转角处，女人重新换上了那身黑色的大衣，绕过几个监控盲区，在一个不起眼的垃圾堆前，她扔掉了她的大衣和包。在不远处的一个路口，她坐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很快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我本想继续跟上去的，只可惜我没女人运气好，我在路口等了很久也没等来一辆出租车。再次回到家，已经是1个小时之后，我缓缓地走进了屋子，用左眼死死地盯着我的床。被子里的我应该已经凉透了吧？我是单身，身边没什么朋友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我的尸体可能要好些天才会被人发现。可是1年后，我真的会这么不明不白地死掉吗？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想办法做些什么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这间屋子我肯定是不会再住下去了。天亮之后，我搬出了这间屋子，房租还有2个月到期，我打算先不退房，以便我随时回来查看1年后的情况。新的住处是我通过房产中介找到的，屋内家电齐全，属于拎包入住的那种。进了屋刚坐下，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，既然我已经搬离了之前的住处，那么1年之后我又怎么可能还会死在原来的屋子里？难道1年后死在那间房子里的人不是我？我记得那人是趴着睡在床上的，昨夜我的左眼根本就没有看到那人的脸，如今我都已经离开了那里，那么1年后死在那里的人就一定不是我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下一任租客。可是我明明看到凶手拿走了床头柜上的日记本，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我的日记本，可此刻我的日记本就在我的身上。既然我人都已经离开了原来的住处，我的日记本又怎么会在1年之后出现在那间屋子里？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我忽然接到了我一哥们儿张三的电话。听说你不住原来那地儿了？是的，我已经搬出去了。可我记得房租还没到期吧？就这么走了不是浪费吗？那屋子我住不惯，反正也就多交了2个月房租，浪费就浪费吧。既然这样，那还不如便宜了我正愁没地儿住呢，我明早就搬过去，也好省2个月房租。那屋子邪乎得很，你搬过去要出事的。
我可不信这些，只要能让我省钱就行。张三问了我的新住址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难道我那屋子的下一任租客是张三？那么昨夜我左眼看到的被杀者会不会就是他？可我那日记本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将来的某一天，张三会拿走我的日记本？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忽然我就愣住了。我看到屋子的房门被缓缓地推开了，一个女人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这是我左眼看到的。进屋的女人居然就是昨夜我看到的凶手。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在1年后住在这里？那么我又搬去了哪里？我越想头越大。女人进屋后径直地坐在沙发上，我在一旁用左眼静静地看着女人。女人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，我一眼就认了出来，那是我的日记本。女人将日记本翻开，认真看着上面记载的密密麻麻的彩票号码，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一抹浅笑。女人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，她忽然拿出手机，给一个备注为神经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：昨晚已经解决了2个，日记本已拿到手，明天我就去买彩票。很快对方就回复了一条信息，信息的内容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一句话：晚安招财猫。我看了心里一阵发毛，难道我辛辛苦苦记下的彩票号码还真是给别人做了嫁衣？这女人到底是干嘛的？女人收起日记本，然后进厨房给自己熬了一碗小米粥。喝完了粥，女人走进了卫生间，她在洗澡。我本来也打算跟进去，可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。我走到门前，透过猫眼看了一下，是张三。打开门，我就闻到张三一身的酒气。张三铁了心要住我原来那屋子，他是专程来找我拿钥匙的。我本来有打算再劝他另找住处的，但他执意不肯。我又不想把我左眼见到的事告诉他，就只能随他去了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。我把钥匙给了张三，自己还悄悄留了一把备用，送走了张三。跟我同居的女人已经洗漱完毕，从卫生间里出来了。看来我是错过了一出好戏。女人躺到床上玩起了手机，我也躺到了床上，就躺在她的身旁。我没有玩手机，我在看她的手机。我试图从她的手机上查到一些线索，如果她真是个杀手，她总该和上家保持联系。然而她在追剧。10分钟后，她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睡得很沉，而我却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就出了门，我猜她要去买彩票了。我在一个工地做临时瓦工，今早我跟工地请了几天假，比起每天起早贪黑的上班，追查1年后我为何会弄丢日记本，那可有意义多了。1年后我能不能发财，就靠这日记本了。女人前脚刚出门，我后脚就跟了出去。女人在路口叫了一辆出租车，我怕跟丢，赶紧在路口拦了一辆。师傅跟上前面那辆出租车。出租车师傅一脸懵逼地问我哪辆？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然后就让师傅一直往前开，我让停就停。果然女人在一个彩票店附近下了车，然后直接进了彩票店。女人早已从我的日记本上记熟了下一期的中奖号码，她直接让店员按她说的号买了一注。随后女人穿过了几条巷子，她走进了一个比较破烂的小区，菊园小区。她在一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下，然后盯着不远处的一条巷子，久久不曾动过一下。我也在她身旁坐下看，我猜她应该是在等人，难道她是在等下一个作案目标吗？女人在大树下坐了1天，我也在这儿守着女人坐了1天。女人似乎并没有等到她要等的人，直到晚上9点多，女人回到了住处，几乎是跟昨晚同一个时间。女人再次用手机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了一条短信：今晚我没等到目标，明天我再去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依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：晚安招财猫。10分钟后，她关掉了手机，然后睡去。这夜女人依旧睡得很沉，而我依旧辗转难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女人再次来到了菊园小区，然后在大树下一坐又是1天。第3天、第4天，连着好几天都是如此。不过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女人每天都有买彩票，可我却没看到她兑过1次奖。女人继续每天都去菊园小区。今天因为工地赶工期缺人，我硬被包工头叫去加班，所以就没能跟去菊园小区。一直到晚上10点下班回家，我发现女人还没有回来，于是就打算去菊园小区看看。到了菊园小区之后，我果然看见女人在那棵大树下的石凳上坐着，她的目光依旧盯着不远处的那条深巷。当我来到巷口时，突然我好像听到巷子深处传来一声女人的呼救声。我仔细听了一下，声音很沉闷，好像是一个女人被人捂住口鼻后发出来的。我朝巷子里望去，依稀看到角落里有几个人影，这是我右眼看到的，是当下的现实。沉闷的呼救声依旧断断续续传来，随之一起的还有从几个男人嘴里传来的污秽言语。我意识到巷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，于是赶紧报了警。警察说大约5分钟能赶到。巷子里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我怕等不到警察来就要出事情，于是我鼓足勇气冲进了巷子里。我冲里面的人说我报了警。很快从巷子里冲出来几个人影，他们都戴着鸭舌帽，脸上也都戴了口罩。我看到总共有3个人，他们手里都拿着铁棍，有2个直接抡着铁棍就朝我砸来。我身上挨了5、6下，头上也挨了2下，好在碍于警察马上就到，3个人扔下棍子就跑了。我倒在地上喘着气，看了看巷子里，再扭头看了看不远处的大树下。巷子深处躺着一个女人，大树下坐着一个女人。巷子里的女人是我右眼看到的，大树下的女人是我左眼看到的。她们2个长得好像，我感觉头昏脑胀。
最后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已经是第2天了，医生告诉我并无大碍，只是有点轻微的脑震荡。我的病床旁还守着2名警察，他们告诉我，昨晚一个乡下来的打工妹在下班途中被3个小混混掳走，并带到了菊园小区里的那条巷子里，女人被他们用药物迷倒，并对女人实施了侵犯。若不是我报警，女人可能因吸入大量迷药致死。而那3个人明显是有预谋的作案，他们选在监控盲区，并戴了口罩和帽子，到现在还没有抓到。不过我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我左眼看到的那个1年后的女人，为什么每天都会去菊园小区的巷口坐着？那个地方正好是昨晚的案发现场，这2件事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关联？1年后的那个女人已经一连杀了2个人，从她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的短信内容来看，她至少还要再杀1个人，刚好也是3个人。她杀人会不会是出于报仇的目的？我向警方询问能不能见一见昨晚那个被侵犯的女人，结果被警察拒绝了。警方给出的理由是，受害者受了很大的刺激，现在是一种很封闭的状态，抗拒跟任何人见面。下午我出院了，途中我又路过我原来的住处，我左眼看到楼下拉起了警戒线，有不少警察从楼房里进进出出，看来是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我终于被警察发现了。我赶紧走进楼房，想要用左眼确认一下1年后死在屋子里的究竟是不是我，可此刻现实世界里门是关着的。我赶紧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浑身酒气的张三，看到我突然到访，他似乎表现得有些惊愕。很快我就发现屋子里除了张三还有另外2个人，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其中一个中年人我还见过，准确的说是我左眼见过，居然就是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里的那个男人。他在1年后会被那个女人用安眠药杀死。我右眼看到桌子上都是外卖和满地的酒瓶。张三向我介绍那2人是他的好哥们，一个叫李四，另一个叫王五。1年后死在宾馆304号房的男人就是李四。张三还拉着我坐下跟他们一起喝酒，我一边应酬一边用左眼扫视四周，尸体已经被翻过身来，我看到了尸体的脸，真的是张三。1年后那个女人先后杀死了张三和李四，那么她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这个王五？如果女人杀人的目的是出于报仇，那么昨晚的犯罪者就是我面前的这3个人。这是李四问我，兄弟，你额头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不确信他问我头上的伤是出于关心还是有别的目的。眼下这个情形，我只好如实说了我昨晚的遭遇。李四问我昨晚有没有看清那些不法分子的脸，警察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。当听到我给出的都是否定的答案之后，他们3个似乎才松了一口气。晚上回到家，女人已经先我1步回来了，她正在给那个叫神经病的人发短信，短信的内容是，等我给你报了仇，我就离开这里去陪你。很快对方回复了信息，仍旧是一个笑脸的表情包，外加同样一句话，晚安招财猫。女人发出去的短信让我有种很不好的预感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是时候该向她问清楚了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拿起一支黑色的记号笔，在窗边的墙壁上写下了3个大字，你是谁？如果在接下来1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擦掉我写在墙壁上的字，那么此刻女人身旁的墙壁上就应当也会有这3个字。女人很快就注意到了墙壁上突然出现的大字，她吓得连忙后退。我赶紧又补充了1行字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害你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谁。女人显然有些慌了，她紧张地看向四周，然后盯着墙上的字在说着什么。我赶紧又在墙壁上写道，我无法听到你的声音，你可以用笔写下来，写在纸上或者墙壁上，我都能看见。他赶紧用一支红色的记号笔在墙壁上颤抖地写下了3个字，你是谁？我考虑了一下，随即在墙上写道，我是一个能看到未来的人，我和你的时间相差了1年。女人有所迟疑，显然她还是不信。我赶紧又把这几天我左眼看到的一切都写了下来，包括我看到他先后杀了2个人，还有他发出去的短信内容。女人看后陷入了沉思，终于她好像开始相信了。她写字问我，如果这些天你一直都跟着我，那么昨晚你也去了菊园小区？我回复，是的。那么巷子里发生的事你都看见了？我赶紧解释，我是那件事情的目击者，我报了警，自己也被袭击了。女人想了一下写道，原来你就是当时的报案者。我赶紧追问，你跟巷子里被侵犯的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她埋下头许久才写道，我就是那个女人。看来我之前的预感没有错。女人继续写道，谢谢你当时及时出面报了警，要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。我回复，只可惜警方目前对这起案件还没有任何线索。我知道警方一直没能抓到那3个人，要不然我也不会亲自报仇。所以你要杀的人就是昨晚侵犯过你的人，你是如何查到他们身份的？我自有我的办法。你有证据？有。那你为何不把证据交给警方，而是选择亲自出手？因为我怕我等不到他们被判罚的时候了。女人一把拽下了头上的全部头发，那是她的假发。我已经身患绝症了，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况且那3个人身上还沾有人命，我要他们血债血偿。人命？谁的命？他略显迟疑，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什么忙？帮我给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带一句话。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，让他毁掉这个日记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将来会因为这个日记本而死。我看后如受晴天霹雳，1年后我还是死了。我赶紧追问，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怎么死的？你好像很紧张。我赶紧写道，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这日记本的主人，你信吗？
他看后再次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思。我信，其实我早该猜到了。我只是想看你亲自承认，你我此刻同处一间屋子，只是时间相差了1年，那么你必然是1年前这间屋子的住户。苏远是你吗？他居然写出了我的名字，你认识我？快告诉我，我到底怎么了？不久的将来你会被人害死，被谁害死？张三、李四、王五，我杀他们是给自己报仇，也是在给你报仇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在我极为震惊的时候，他告诉了一个更令我出乎意料的事实，我是你1年后的妻子。我彻底傻眼了。女人怕我不信，他还从柜子里拿出了我们的结婚证，我看到他的名字叫李岩，她确实是我的妻子，1年后的妻子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李岩通过一行行文字讲述了我未来几个月即将发生的一些事。在经历了菊人小区事件之后，李岩整个人变得比较消沉而且封闭，加上警方一直未能抓到作案人员，李岩便一直活在阴影和极度的恐慌之中。然而更令他绝望的是，案发当晚，医院在对李岩验伤的时候，意外查出他已经身患绝症，医生告诉李岩最多还能活1年。一连串的打击，再加上几个月的病痛折磨，他不堪重负，最后选择了跳河自杀。而正好经过现场的我救了他，与其说是我救了他，倒不如说是他救了我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游泳。因此这一次的相遇算是我们初次相识。李岩跟我讲了他的种种遭遇，我很同情他，并鼓励李岩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也不知道我是哪根筋不对，从那天起我开始赖上了他。我鼓励他接受治疗，我说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陪他走下去。连续的治疗让李岩的头发越来越少，于是我给他买了假发。李岩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。在他生日的当天，我带着李岩去了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没有办席，没有请客。李岩搬来跟我住到了一起，他每天都吃不下饭，我每天都会给他煲粥。他时常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和一个将死之人在一起，我的回答永远是那句话：遇见你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吧。李岩经常骂我是神经病，我却笑话他是招财猫，因为救他的当天，我买的彩票中了头奖。李岩本以为他会在我的守护下幸福的死去，没想到我却死在了他的前面。我有一个能预知彩票中奖号码的日记本，同时也让我招来了杀身之祸。不久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因外出买药，遭到了几个匪徒的袭击，他们抢走了我身上的所有东西，包括结婚戒指、日记本，还有我的命。我被害的地点位于监控盲区，警方到目前为止还没能抓到杀死我的凶手。通过我身上的致命伤痕和现场痕迹判断，警方断定凶手是3个人，而且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。我的日记本则成了唯一的线索。李岩开始留意近期彩票中头奖的得主，很快便锁定了张三、李四和王五，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给他们判刑。张三嗜酒，李四好色。在他们的一次聚会之后，李岩带着我的备用钥匙来到了张三的住处，他一刀捅进了张三的喉咙，然后又装扮成夜总会的小姐，去了李四开房的宾馆，用安眠药搞定了李四。如今只剩下了王五。看完他写下的字，我也不知该回什么好，想了很久才继续写道：如果你真的要报仇，我可以帮你，也算是帮我自己。帮我？你打算怎么帮？我明天就去向警方举报那3个人，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制裁。你当时并没看到他们的脸，你也没有证据。我是没有证据，但是你有啊，你把你查到的证据告诉我，我再告诉警方。没用的。什么意思？在你的未来才会出现的证据，你如何在你的时间交给警方？虽然你能看到我找到的证据，但警方无法看到。我恍然大悟，这是违背因果律的悖论。那我直接在我的时间里杀了他们？不可以的。你我同处一个空间，你代表了历史，我代表了未来。既然他们3人可以活到我所在的时间点，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因果律。他的话让我有些震惊，仿佛好像确实如此。我答应李岩明天陪他一起去解决王五，并躺在床上和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趁着李岩还在熟睡时，我买了新的油漆，直接掩盖了上面的黑红色的文字，并且退掉了这个房子，远离了这座城市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避免悲剧重演，更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性命。我把亲弟弟卖到了缅北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弟弟是个患有超雄症的天生坏种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纵容他。我妈怀了5次孕，试了各种偏方才怀上了一个男孩，但在做穿刺筛查的时候，医生却告诉她孩子多了一条染色体。我妈被吓坏了，赶紧和我爸以及我奶商量，可我奶却完全不当一回事，她毫不在意地说道：别听那些医生危言耸听的，好不容易才怀上一个男孩，这可是我的宝贝孙子。我爸也赞成说：妈说的对，这是我儿子，我以后自然会好好教他。于是我的弟弟出生了。弟弟从小脾气暴躁，但凡我有一点不顺着他就过来打我。有一次他压在我身上，竟想用手去抠我的眼珠子，好在我妈听见了，连忙将弟弟拉开。小杰为什么要去弄姐姐的眼睛？姐姐眼睛好看，我想要挖出来玩。弟弟用一脸天真的语气说道。我被吓坏了，妈妈却一点也没生气，反而像是听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的乖儿子哟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，真招人稀罕。从那之后，弟弟的行为越来越离谱，他不仅把邻居奶奶养的鸟拿来炖了，还亲自送给了他。
邻居奶奶看见自己的爱鸟漂浮在锅里，一下子就被吓得心脏病发作。我们家赔了不少医药费，但却根本没有人指责弟弟。奶奶反而摸着弟弟的脑袋说道：“隔壁那个老太太自己身体不好，非要讹到我们小杰头上。”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奶奶，你这样会宠坏小杰的。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，却不料一个玻璃杯子迎面砸到我头上，我发出一声惨叫，捂住受伤的额头，鲜血从我指缝间流下。弟弟却在那拍手叫好：“谁让你说我的？”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奶奶也帮腔：“小杰说的没错，你这个赔钱货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孙子？扔了好啊！”之后，弟弟在奶奶和妈妈的纵容下，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。有回妈妈的朋友带着他女儿来我家做客，可不料弟弟竟偷偷地将人家的 LV 包用小刀划得稀巴烂，他更是用刀将女孩脸皮划出一道小口。要不是女孩拼命地哭喊起来，早就出大事了。自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我家，就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。可我家里人却根本没当回事，最多只是不痛不痒的口头教训了几句。弟弟并不傻，他很快明白自己在家的地位是最高的，于是他开始百般刁难起我来。就连我洗澡的时候，他也会偷偷溜进来偷看。我大声斥责他，却被他一巴掌打在脸上。一时之间，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弟弟所做的一切。妈妈非但没有教育弟弟，反而笑着说道：“小杰是你弟弟，他跟你闹着玩呢。”奶奶竟还嬉笑着夸奖道：“小杰力气真大，你姐姐已经打不过你了。”弟弟15岁的时候，终于出事了。只因我妈不想让他吃太多甜食，弟弟突然用铅笔刺伤了我妈的眼睛，我妈惨叫一声，我吓坏了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可弟弟一脸阴郁地抢走了我手里的电话。叫救护车干嘛？谁让他不给我吃甜食的？活该！弟弟的眼神极为恐怖。当我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医生说眼球充血时间太长，左眼已经保不住了。爸爸知道此事后，他当场就给了弟弟几巴掌，打得弟弟哇哇大哭。奶奶哭着劝架：“你打小杰干什么？小杰才多大啊，他懂什么？都怪你媳妇不好，吃点甜食怎么了？”原本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竟然也护着弟弟：“老公，别打了，小杰肯定不是故意的。”我妈哭着挡在弟弟面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弟弟被打怕了，哭着道歉，可我却分明看到他的眼神像是淬了毒一般，恶狠狠地盯着爸爸。我魂不守舍地离开病房，来到走廊。走廊里几个病人家属正在聊天。你们知道吗？最近可真要看好你们家孩子。我邻居家的一个男孩被拐到缅北去了，花了50万，结果人是要回来了，是装在行李箱里头回来的。忒吓人了。另外几人听后发出了倒吸冷气的声音，可我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一个念头从我心底缓缓浮出：家里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弟弟了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坏种，我不能继续让他留在家里。缅北2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，我下定了一个决心，我要卖掉自己的亲弟弟。当天晚上，我就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缅北的信息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突然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私信：妹妹想去做暑假工赚钱吗？有一个工作不仅轻松来钱还快，底薪就有1万块，不知你是否有兴趣？我立刻来了精神，是什么工作？地点在哪里？在云南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这包接送，还管吃管住，主要做的就是一些客服的工作，很简单的，你年纪不大也能学会。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。我的心脏跳得越来越快，颤颤巍巍地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发了过去。电话很快就打了过来，那头是一个粗哑的中年男人的声音。男人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，一听到我的年纪，他发出了难听的笑声：“叔叔，我要去打工，但我还要带上我弟弟。他虽然只有18岁，但脑子很聪明，而且身体十分强壮。”男人一听还有买1送1的好生意，对我的语气更加好了。行，明天我就开车来接你们，不过要记住，不能告诉你们家里人。你们放心，叔叔不是骗子，等过完暑假就会把你们好好的送回来。我和男人约定好了时间和地点，但心里却发起了愁，要怎么把弟弟骗过去呢？他警惕性非常的强，平日里更是不会轻易信我的话。第2天，爸爸开车送我和弟弟去医院看望妈妈，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照看好弟弟，不要再让弟弟惹事。爸爸似乎把弟弟刺伤妈妈的责任都怪在我头上了，他认为是我没有看好弟弟。我一声不吭，因为我知道就算我做再多辩驳也没有用，这就是我的原生家庭，发烂发臭到骨子里。送下我们2人后，爸爸立刻返回了自己公司。妈妈的情况已经好转了不少，可她还不适应用1只眼睛看东西，脾气变得非常的暴躁。小象给我削个苹果。我应了一声，拿起苹果时却不小心弄掉在了地上，不料妈妈竟破口大骂起来：“废物，拿苹果都拿不稳，生有什么用？”妈妈似乎把一切坏情绪都发泄到了我身上，而弟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我心里愈发急躁起来，我必须要在5点前把弟弟骗到车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楼下传来了弟弟的哀嚎声。我和妈妈赶紧来到楼下，一个身材强壮的男人红着眼睛，正死死地抓着弟弟的衣领，他表情极为愤怒，一脸想将我弟生吞活剥的样子。而一个孕妇痛苦地倒在地上呻吟，她身下全是鲜血。你为什么要抓着我的孩子？我妈尖叫一声：“我和我老婆好端端在楼梯上，
他把我老婆推了下去。男人撕心裂肺地吼道。孕妇在地上发出奄奄一息的呻吟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很快，护士和医生就赶到，把孕妇送去了急诊室。弟弟昂着头无耻地说道：“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他站在边上？我不小心碰到一下，怎么了？”男人被气坏了，挥舞着拳头就朝他脸上打去。弟弟被打得嚎啕大哭起来。我妈尖叫一声冲上去，跟男人扭打在一起。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冲弟弟说道：“你赶紧跟我跑吧，再不跑，等会警察就来了。那女人的出血量，我估计孩子是保不住了，你肯定会坐牢的。”弟弟狐疑地盯着我，似乎不太相信我会对他那么好，可他此时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打了一辆车，带着弟弟直奔车站，又装模作样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对弟弟说道：“爸爸说他这里有个熟人，刚好可以带你过去。”弟弟却盯着我的眼睛，阴冷冷地说道：“我不信你。”我耸了耸肩膀，当着他的面，我给爸爸又打了一个电话。我确实没有说谎，爸爸确实有一个熟人在附近。我开了免提：“小杰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快去你李叔叔那里躲躲。”听到爸爸的声音之后，弟弟才逐渐放松了警惕。我左右张望了一下，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正站在原地四处张望。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正是和我联系的那个男人。他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面包车。我压低声音对我弟说道：“看清楚前面没？那就是爸爸的朋友，你过去吧，快点！妈刚刚发信息跟我说，警察已经在调监控了。”弟弟这才慌张地跑过去，眼看着弟弟离男人越来越近，我也给男人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叔叔，我弟已经到了，就那个穿着棕衣服长得高高的，你先送他过去吧。我妈住院了，我走不开，我就先不去了。”我看着弟弟被男人带上了面包车，我的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我慢悠悠地回到了医院，我妈已经鼻青脸肿地躺在病床上，一见到我，她立刻焦急地问道：“你弟弟呢？他没事吧？”我告诉妈妈，弟弟已经被爸爸的一个朋友接走避风头了。我妈这才放心下来。你弟肯定不是故意的，他从小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不就是流掉了一个孩子吗？又不是不能生了。我妈越说越生气，她或许还不知道，她的宝贝儿子已经再也回不来了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家炸了锅。因为爸爸的朋友并没有接到弟弟，弟弟就这样离奇失踪了。奶奶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：“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弟呢？”我眼冒金星，脸上被打的地方很快红肿起来，可我就是咬紧牙关说我不知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接到了弟弟的电话。“你个骗子，你骗我！你竟敢这样对我！”电话里传来了弟弟撕心裂肺的喊声，可下一秒又发出凄厉的惨叫：“快走！”我听到了滋滋的电流声，电话戛然而止。很快我就收到了弟弟手机发来的短信，短信里是一条视频，弟弟灰头土脸，被人驱赶着往前走，可他哪受得了这种委屈？他阴狠地盯着旁边的男人。突然，弟弟猛地窜起，一口咬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，他用了很劲，男人措手不及地被扑倒在地上。顷刻间，他从男人的脖子上咬下一块皮肉，弟弟咧嘴笑了，可还没等他笑太久，电击棒就打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倒在地上被电得惨叫连连，不断抽搐了起来。短信里还有一句话：“想要赎回他，交赎金500万。”妈妈听到弟弟的惨叫声，连忙抢过我的手机。当她看完视频里的内容，双眼一翻，差点晕过去。奶奶踉跄了一下，屁股一下子就坐在地上，整个人瘫软无比。“你弟怎么会被拐走了？你说话啊！”我妈发了狠似的朝我扇耳光，我被打得嘴角流血，却依旧摇头说不知道。这时奶奶突然大吼一声：“行了，现在救回小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”他们三人脸色阴沉难看，一夜未睡，正在商量着如何救回弟弟。而这一晚我无人打扰，睡得格外安逸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发现手机里又收到了一个视频，我点开：“你们敢这样对我？你们给我等着！”弟弟朝着周围怒吼着，他似乎想像在家里对待我们一样，想将那些人治得老老实实。可他忘了，这里已经没有对他百依百顺的奶奶和妈妈了。一个长得5大3粗的男人一脚就踹在弟弟胸口，弟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他咳嗽了几下，哇地吐出一口血沫和牙齿，他的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。男人用力地踩在了弟弟的手上，然后碾压了几下。小兔崽子，到了这里还这么不老实的，你是第一个。弟弟的惨叫声震耳欲聋，连外头的我爸妈都听到了。他们冲了进来，抢过我的手机。看到视频里弟弟凄惨的模样，我妈眼泪狂流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奶奶气急攻心，竟双眼一闭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但这时爸爸和妈妈都已经没空管他了，倒是我好心的将奶奶扶起，给她吃了药。爸爸拿着我的手机拨通了弟弟的电话，接通的是一位带有口音的中年男人。爸爸怒吼着：“你们赶快放了我儿子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”电话里传来了男人的笑声：“报警是吧？那你报一个试试。”接着电话挂断，不一会手机里又收到一个视频，一个男人拿着一根棒球棍，狠狠地打在了弟弟的腿上，接着便是弟弟歇斯底里的惨叫。男人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怎么样，还想报警吗？想要赎回他，赶紧打钱。”妈妈看后崩溃地对我爸说：“小杰的腿断了。”说完，我妈突然抄起一根木棍，对着我边打边骂：“废物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没看住他，你弟弟怎么会被拐跑？”
他将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。好在最后我爸阻止了他。眼下这种情况，他们要赶紧筹钱，可是我爸借遍了所有的亲戚，根本没人愿意帮忙救我弟，甚至有的朋友还嘲讽这是罪有应得。无奈之下，他们竟然打起了我的主意。这天晚上，我本想找爸妈要回我的手机，可不料却听见我妈正在打电话。大哥，我们就这么多钱了，要不然我把我女儿卖给你，用她交换小杰怎么样？求求你了。对方也不傻，这样也可以，但必须要等你女儿到了缅北，我才能放人。要是敢耍什么花样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。电话刚挂断，奶奶恶毒地说道：“你早就该这样做了。”爸爸有点犹豫，可是妈妈补充道：“没事，老公，你喜欢女儿还可以再生。”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家里到底算什么。吃过晚饭，奶奶竟然给我买来了我爱吃的零食，妈妈也主动给我削苹果。突如其来的爱让我有些感动，可我却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。第二天，我在做饭的时候，偷偷在粥里放入了安眠药。他们三人喝过粥后，不一会便沉睡过去。然后我在妈妈那拿回了自己手机，给弟弟发了一个短信：女儿不卖了，我们三人准备去陪弟弟，你安排车来接我们吧，并把地址发了过去。接着我拿走了他们攒的所有积蓄，离开了这个家门。